也许你天天都在用苹果的产品，也听过很多回台积电的名字，但你很有可能不知道，这两个曾经绑定的最紧密的科技巨头，现在的地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反转。看完这个视频，你就会全部弄清楚，为什么统治消费电子十几年的苹果霸权，正在 AI 时代飞快崩塌。你会弄明白，半导体行业的话语权到底是怎么从拿着订单的甲方，完完全全转移到掌握核心技术的厂商手里。你还能看明白，这场从苹果到英伟达、谷歌的权力更替，到底会给整个科技行业，还有你手里的下一代手机、电脑带来什么样的长远影响？更关键的是，你会跳出那些光看财报、光谈股价的表面分析，弄懂这场商业博弈背后最核心的生存道理。说到这里，你是更倾向于觉得苹果能迅速调整策略翻盘，重新回归巅峰，还是觉得苹果的消费电子黄金时代已经再也没办法回归了？你完全可以直接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你好好思考一下，苹果是怎样的公司？是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是以前能让整个供应链厂商挤破脑袋也要获取订单的绝对甲方。十几年了，库克靠着高超的供应链管理办法，把成本压到了最低，也把供应商管得老老实实的。只要苹果提出要降价，没有哪个厂商敢随便说不，因为谁都输不起那个每年几百亿美元的超级订单。但你猜猜最近发生了什么？库克悄悄绕过了台积电，秘密去拜访了三星和英特尔，而且放出话来，要把苹果芯片的一部分订单从台积电转移出去。消息一传出来，整个行业都热闹起来，所有人都在问，苹果真的要和台积电分开吗？台积电难道要失去自己最大的客户吗？等等，这里就不太对。要是你稍微了解下苹果和台积电的合作历史，就会发现这个举动特别反常。从 M1 芯片开始，苹果的全部自研芯片差不多全都绑定了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 iPhone 的 A 系列芯片，更是每一代都抢着拿到台积电最新制程的首发产能。可以说，苹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有一半都来自于台积电的芯片制程技术。这么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库克怎么可能说换就换？先不要着急下结论，这个地方是挺微妙的。要是你明白了库克这一波操作的本质，那么你就知道苹果现在最大的焦虑。说白了，库克这次秘密访问根本就不是真的要换供应商，而是给台积电演的一场戏。目的那是非常简单，就是用找第二供应链这话去给台积电施压，迫使台积电在芯片代工价格上让步。这招库克已经用了十几年，以前面对任何供应商的时候，这招都非常管用。比如说对于屏幕供应商吧，同时找三星和 LG 给两家都分点订单，让两家互相竞争，苹果就坐收好处，想压价就压价，想提要求就提要求。对于电池供应商，对于组装代工厂，全都是这个道理，拉一个对付一个，用备选方案掌控主供应商，永远让自己处于绝对主动权里。但你猜猜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什么？这一回，这办法不但没起作用，反而直接碰到厉害的对手。台积电压根儿就没理会库克，连一点让步的意思都没有。是不是听着挺稀奇的？台积电难道就不担心苹果把订单转走吗？不担心失去这个最大的客户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觉得挺意外，可后来越想越明白，不是台积电不害怕，而是库克手里的那个备选方案彻彻底底就是个摆设，连库克自己都不敢真的用。先不说别的，单说库克找的那两个备选，三星和英特尔。先说说英特尔，这些年来在先进制程方面的进展确实够差劲的。不用我多说吧，7纳米制程反复推迟，连自家的 PC 芯片都得反过来去找台积电代工，现在就连成熟制程的良率都没办法稳住。你觉得库克会敢把苹果最核心的手机芯片、电脑芯片交给英特尔吗？这根本不是压价的资本，而是拿苹果整个产品线的口碑在开玩笑。再说说三星，看起来好像是个靠谱的备选，毕竟也是全球少数能做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当年还给苹果代工过 A9 芯片。但问题来了，三星现在的3纳米、2纳米制程良率到底怎么样？行业里公开的数据是，三星同级别制程的良率就仅只有50%到60%。我来跟你唠唠这个良率数值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良率就是生产出来的晶圆里能用上的合格芯片的比例。台积电同等级别的先进制程良率能稳定在90%以上，
甚至接近95%，而三星的良率是50%到60%。打个比方，生产10片晶圆，有4到5片直接就废掉了，剩下的那些当中，还有一部分达不到苹果的性能和功耗要求。这就好像你找代工厂做一批高端定制服装，100件里头有40件直接不能穿，剩下的60件里还有一半走线是歪的，扣子是松的，根本达不到你那高端品牌的标准。那你还会敢把自己品牌的心爱产品交给这么个代工厂吗？更何况苹果可早就吃过三星的亏。当年 A9 芯片，台积电和三星同时都去代工，结果三星代工的版本，不管是功耗还是发热，都比台积电的版本差很多，直接就引发了当年的芯片门，被全球用户吐槽。苹果最后没办法，只能补救，花了不少成本才把这事儿压下去。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库克哪里还敢再把宝压在三星身上？说白了，库克这次密访完完全全就是空城计，他压根不敢真把订单从台积电转走，就想演场戏，逼台积电降价。可问题是，台积电早就把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根本不吃这一套。说到这里，要是你也觉得这场供应链的权力反转比商业大片还精彩，不妨点个赞，让更多人见识到这场正在发生着的行业巨变。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更加关键，过去一直听苹果指令的台积电，现在为什么这么强硬？为什么连苹果这么大的客户都不放在眼里？答案挺简单的，因为在台积电这里，苹果早就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专宠，甚至连第一优先级的资格都保不住。你有没有注意到，近些年关于苹果和台积电的新闻风向完全变了？以前是台积电盼着苹果拿到首发产能，现在是苹果想临时追单，直接被台积电拒绝。以前是苹果定好下一代产品的制程节奏，台积电全力配合，现在是台积电的制程排期定下来了，苹果只能跟着行动，甚至连 iPhone 17 Pro 想首发2纳米制程都很有可能泡汤，这就挺奇怪的。就算库克的空城计没用，苹果好歹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每年给台积电贡献好几百亿美元的收入，怎么连这点优先权都没了？可真正麻烦的点在这里，决定你在代工厂里有没有话语权的，从来不是你订单的绝对值有多大，而是你给的价钱够不够高，你能不能给代工厂带来更高的利润。而在这一点上，苹果现在被 AI 巨头们降维打击了。过去消费电子时代，台积电最大的客户是苹果，苹果的订单量最大，所以台积电愿意给苹果最高的优先级，也愿意在价格上给苹果一定的优惠。但那个时代的逻辑是甲方市场，是苹果拿着订单找供应商比价，谁便宜谁质量好，订单就给谁。苹果的核心诉求是压低成本，是用最低的价格拿到最好的产品。但 AI 时代来了，整个逻辑彻底反过来了，变成了卖方市场。现在不是客户拿着订单挑代工厂，而是代工厂拿着产能挑客户。你知道现在英伟达、谷歌、Meta 这些 AI 巨头是怎么跟台积电合作的吗？他们根本就不跟台积电谈压价，甚至主动给更高的价格，而且是提前预付巨额的定金，直接买断台积电未来几年的先进制程产能，还有先进封装的产能。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同样是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产能，苹果跟台积电谈的是怎么把单片晶圆的价格再降几百美元，能省一点是一点。而英伟达呢，直接跟台积电说，价格你开，我不还价，我只要你把最多的产能给我，我甚至可以提前把未来2年的货款先打给你。你想想，如果你是台积电，一边是跟你讨价还价、拼命压价的老客户，另一边是带着现金上门，不还价还提前打款的新客户，你会把优先产能给谁？答案不是明摆着的吗？更有意思的是 ，AI 巨头们抢的还不只是先进制程的晶圆产能，还有台积电最核心的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这个东西你先记住，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AI 芯片和手机芯片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手机芯片追求的是极致的功耗和体积，一颗芯片就能搞定所有功能。但 AI 芯片不一样，它需要把几十颗甚至上百颗计算核心封装在一起，还要保证它们之间的通信速度足够快，散热足够好，不然一运行大模型，芯片直接就过热死机了。而能搞定这种顶级先进封装技术的，全世界目前只有台积电一家能做到大规模量产。英伟达的顶级 AI 芯片全都是靠台积电的 CoWoS 先进封装技术做出来的。现在全球 AI 浪潮这么猛，所有公司都在抢英伟达的 AI 芯片，
而英伟达的芯片产能完全取决于台积电给它多少先进封装的产能。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英伟达、谷歌、Meta 这些公司为了抢 AI 时代的先机，根本不在乎成本，只在乎能不能拿到足够的产能。他们的逻辑已经从过去消费电子时代的压价，彻底变成了 AI 时代的抢货。只要能拿到产能，价格根本不是问题。而苹果呢，还在用10几年前消费电子时代的供应链逻辑，跟台积电谈压价、谈优惠、谈优先权。你说台积电凭什么还要把最好的产能优先给苹果？这就是苹果现在最尴尬的地方。他还活在自己的消费电子霸权里，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能拿捏整个产业链的甲方，但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已经被 AI 浪潮彻底改写了。他以为自己手里的订单还是最值钱的筹码，但在 AI 巨头的现金攻势面前，这个筹码的分量已经越来越轻了。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根本不是苹果失去了台积电的首发优先权，而是苹果这套沿用了10几年的供应链霸权体系正在从根上瓦解。过去苹果能拿捏供应商，靠的是2个东西，一个是庞大的订单量，另一个是供应商之间的充分竞争。苹果可以随时换供应商，但现在在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这个领域已经没有竞争了，全世界只有台积电一家能稳定量产最高端的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技术。当市场上只有一个卖家的时候，甲方和乙方的地位自然就反过来了。你再大的订单也没有议价权，因为你除了他别无选择。那你可能会问，三星不是也能做先进制程吗？英特尔不是也在追吗？为什么说全世界只有台积电一家别无选择？这就要说到台积电的技术护城河到底有多深。很多人以为芯片制程就是看纳米数字，2纳米就比3纳米强，只要能做出更小的晶体管就可以了，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先进制程的竞争从来都不只是晶体管的尺寸，而是整个体系的竞争。从 GAA 环绕栅极架构的设计，到晶圆生产的每一步工艺控制，再到良率的稳定提升，还有配套的先进封装技术、散热解决方案，每一个环节都有极高的技术门槛。就拿2纳米制程来说，台积电的 GA 架构已经迭代了好几代，良率能稳定在90%以上，而且能做到大规模量产。而三星的同级别架构不仅良率上不去，还存在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就算能做出样品，也根本达不到大规模商用的标准。英特尔就更不用说了，连架构的技术路线都还在反复调整，跟台积电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说白了，现在在半导体产业链的最顶端已经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局面。台积电用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建起了一道别人根本跨不过去的护城河。你可以模仿它的技术路线，可以挖它的工程师，可以砸钱建厂，但你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追上它的良率，也不可能建立起它这么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库克就算再不满，再想压价，也根本不敢真的离开台积电。因为除了台积电，全世界没有第2家公司能给苹果提供它需要的高端芯片制程技术。但你以为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全部了吗？这还不是最离谱的。这场时代更迭改变的不只是苹果和台积电的地位，还有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链的命运。一大批曾经被苹果拿捏，甚至被苹果抛弃的台湾厂商，在 AI 时代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逆袭，从苹果的附庸供应商变成了 AI 时代的规则制定者。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这场逆袭有多夸张了。第一个就是台光电，你可能没听过这家公司，但你一定知道，当年它被苹果抛弃的时候有多惨。台光电是做 CCL 板材的，这个东西是印制电路板的核心原材料，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服务器，都离不开它。当年台光电为了挤进苹果的供应链，砸了大量的钱研发符合苹果要求的产品，好不容易拿到了苹果的订单，以为抱上了大腿。结果没过多久，苹果为了压价，直接把订单转给了它的竞争对手，台光电直接被一脚踢开。被苹果抛弃之后，台光电的业绩一落千丈，股价直接跌到只剩5块钱新台币，连工厂都差点倒闭。所有人都觉得这家公司完了，得罪了苹果，在消费电子行业根本就混不下去了。但你猜后来发生了什么？ IA 浪潮来了， IA 服务器的需求爆发式增长，而台光电当年为了满足苹果的高标准练出来的高端板材技术，
正好成了 AI 服务器的刚需。AI 服务器和普通的电脑、手机不一样，它的功率极高，运行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对板材的耐热性、稳定性、信号传输速度都有极致的要求。普通的 CCL 板材根本就扛不住 AI 服务器的工作强度，而台光电的高端板材正好能完美满足这个需求。现在的台光电已经拿下了全球 AI 服务器 CCL 板材1/3的市场份额，成了这个细分领域的绝对霸主。他再也不用看苹果的脸色，再也不用为了拿苹果的订单拼命压价、委曲求全。摆脱了苹果的束缚之后，他反而在 AI 时代活成了自己的主角。第二个就是联发科。提到联发科，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那个做低端手机芯片的厂商，是山寨机之王，永远活在高通的阴影里，也一直被苹果看不起，根本进不了苹果的供应链。但现在的联发科早不是以前那样，它已经成功进入谷歌的 ASIC 核心芯片设计领域，还和 OpenAI 有了深度合作，完全把纯手机芯片厂商的标签给撕掉了。你要知道，现在谷歌、OpenAI 这些顶级 AI 公司最核心的需求之一就是定制自己的 AI 专用 ASIC 芯片，这种芯片是专门为大模型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比通用的 GPU 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而联发科凭借着自己几十年的芯片设计积累，成了这些 AI 巨头的核心合作伙伴。现在的联发科不用再在手机芯片市场和高通打价格战了，也不用看手机厂商的脸色过日子，它靠着 AI 芯片的业务打开了一个全新的100亿级甚至1000亿级的市场。从以前被高端市场嫌弃的低端厂商，到现在变成 AI 时代核心芯片的设计者，联发科的这场逆袭同样让人觉得厉害。还有技嘉，还有技刚，这些厂商以前都是做 PC 主板、显卡这些消费电子组件的，永远活在英特尔、AMD、英伟达的下游，市场竞争激烈，利润薄得像纸，还要看上游芯片厂商的脸色，看下游 PC 品牌的订单。但现在他们都完成了转型，成了 AI 服务器水冷散热领域的专家。刚才我跟你说过 ，AI 芯片的功率极高，发热极其严重，普通的风冷散热根本就压不住 AI 服务器的热量，必须用水冷散热技术。而水冷散热对密封性、稳定性、散热效率都有极致的要求，不是随便哪个厂商都能做的。技嘉这些厂商靠着几十年在电子散热领域的技术积累，快速突破了 AI 服务器水冷散热的核心技术，现在已经成了全球 AI 巨头的核心供应商。他们再也不用在消费电子的红海里卷价格，而是靠着 AI 时代的刚需技术，拿到了极高的利润和行业话语权。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力量。曾经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链都围着苹果转，都要靠苹果的订单吃饭，苹果一句话就能决定一家厂商的生死。但现在 AI 浪潮来了，他们靠着自己的核心技术摆脱了对苹果的依赖，反而在 AI 时代成了不可或缺的核心玩家，从被苹果拿捏的供应商变成 AI 时代的规则制定者。这逆袭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他们几十年一直搞技术积累。苹果能拿走他们的订单，可拿不走他们的技术能力。等时代的风口变了，这些技术积累就成了他们最硬的依仗。说到这儿，要是你也觉得这些厂商的逆袭故事挺让人触动，那么不妨订阅我的频道。接下来我会接着拆解这种看似简单却实则水挺深的行业变局，带你弄清楚每一场商业浪潮背后的核心逻辑。现在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苹果和台积电地位反转，台光电、联发科这些厂商逆袭，本质上到底是啥？其实就是一场科技行业的王权更替，是时代的更替，是话语权彻底移交。过去的10几年是消费电子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王者是苹果。苹果靠着极致的产品体验、强大的品牌力，还有铁腕的供应链管理，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电子帝国。它定义了智能手机，定义了平板电脑，定义了智能手表，它说了算，整个产业链都要跟着它的规则走。但现在时代变了， AI 时代来了，这个时代的核心不再是消费电子终端，而是 AI 运算能力。谁能掌握最强大的 AI 运算能力，谁能拿到最核心的半导体产能，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王者。所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市值一路飙升，甚至超过了苹果，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谷歌、Meta 这些公司
每年砸几百亿美元在 AI 研发上，抢着买断半导体产能。台积电成了整个 AI 时代最核心的基础设施，手握绝对的话语权。而苹果在这波 AI 浪潮里头显得特别被动，它还守着自己的消费电子帝国，还用过去那套逻辑来做产品，还跟供应链谈压价。它的 AI 布局，不管是大模型还是 AI 芯片，都比竞争对手慢了不少。很多人说苹果只是慢了一点，以苹果的实力很快就能追上来。但我更觉得这不是快慢的事儿，而是底层逻辑的事儿。苹果的核心能力是做消费电子终端，是把硬件、软件、服务整合在一起，给用户提供极致的体验。但 AI 时代的核心是底层的运算能力，是大模型的训练和迭代，是芯片架构的设计。这些都不是苹果的传统优势领域。更重要的是 ，AI 时代的游戏规则和消费电子时代完全不一样。消费电子时代就是规模大，就是王道。成本控制得好也很重要，谁能卖出更多的产品，谁能把成本压到最低，谁就能赢。但 AI 时代就是技术厉害才是关键，产能充足也很重要，谁能掌握最核心的技术，谁能拿到最稀缺的产能，谁就有话语权。苹果以前那种靠规模压价、靠供应链霸权赢的玩法，在 AI 时代完全行不通了，因为在绝对的技术壁垒面前，规模优势根本没什么用。你想想，当年诺基亚在功能机时代也是绝对的王者，手握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份额，有最强大的供应链体系，有最完善的渠道网络。但智能手机时代来了，诺基亚还是用功能机时代的逻辑做产品，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跌落神坛，被时代抛弃。现在的苹果是不是也走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它依然是全球最赚钱的公司，依然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依然有强大的品牌力。但时代的风向已经变了，如果它不能快速跟上 AI 时代的节奏，不能掌握 AI 时代的核心技术，那它很可能会像当年的诺基亚一样，慢慢走向衰落。科技行业从来都没有永恒的王者，从 IBM 到微软，从诺基亚到苹果，每一次技术浪潮的更迭，都会诞生新的王者，也会让旧的霸主跌落神坛。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就是从消费电子时代到 AI 运算时代的更迭，就是从苹果霸权到 AI 帝国崛起的权力移交。而在这场更迭里，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时代的洗牌里站稳脚跟。台光电如果没有当年砸钱研发的高端板材技术，被苹果抛弃之后，就只能倒闭。联发科如果没有几十年的芯片设计积累，就不可能抓住 AI 芯片的风口。台积电如果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技术投入，就不可能建起这么深的护城河，更不可能反过来拿捏苹果。不管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人，真正能给你底气的，永远都是你手里的核心技术，是别人拿不走的核心能力。风口会变，市场会变，甲方乙方的地位会变，但只要你有别人替代不了的能力，你就永远有话语权。最后我想问问你，你觉得10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苹果会依然是科技行业的王者，还是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帮你把这场半导体行业的权力更迭彻底看明白了，也帮你跳出了表面的新闻，看懂了背后的核心逻辑，那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后面我会持续更新，带你拆解更多商业事件背后的真相，看懂每一场时代浪潮里的机会和陷阱。最后跟大家说一句，本期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或者行业指导。不管是投资还是做行业决策，都一定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人士，理性判断，谨慎决策。